大家快看，现在来华挑战的是加拿大的顶级拳王，他的身份非同一般，他是加拿大拳坛派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只因在中国拳台向世界各国开放挑战赛时，加拿大派出的6名顶级选手竟然没有赢得任何一场比赛，这让他们颜面尽失。于是，加拿大拳坛不惜掏出100万美金争抢实力最强的选手，只为让他帮加拿大找回面子。而这位选手就是加拿大实力最强的拳王德里克。德里克曾经在加拿大拳坛人气极高，但后来因失手打死同台对战的选手而被禁赛3年。没想到他如今是以这样的方式复出。原本大家都以为这场比赛我们的中国小将会输得很惨，可没想到场上的节奏进展得非常迅速。李辉在擂台上大展神威，使出了200%的实力，差点就把加拿大重金聘请的这位拳王打死在擂台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代表中国赛事方出战的选手李辉，他来自内蒙古草原，在摔跤和散打方面都很拿手，而且不满足于现状的他还不断的寻求与高水平选手较量，之后又转战自由搏击，在这个领域也是一路披荆斩棘，可以说在内蒙古无论是人气还是实力，他都是顶尖的存在。李辉很清楚自己这次要面对的加拿大选手德里克是加拿大拳坛派出的最后一张王牌，所以实力肯定比普通选手要强很多。李辉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知道这场比赛对他自己和中国拳坛来说都意义重大。再来说说德里克，他曾在加拿大拳坛很有人气，但因为在一场比赛中与对手发生争执，无视擂台规则，直接将对手打死，最后被禁赛了很长时间，中途也一直没有露面。没想到现在他又被加拿大拳坛派来中国挑战，看来这次他们真是破釜沉舟了。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我们的中国选手李辉和加拿大拳王德里克都属于拼打型选手，比赛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丝毫拖沓，直接展开重拳互换。不过从出道时间来看，德里克经验更丰富，但由于他多年未参赛，对擂台上的规则也有些生疏了。面对高额奖金，德里克向加拿大拳坛发誓会用最精彩的打法来终结这场比赛，但结果究竟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2007他准备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呢，内出血住院，医生判定了他有一些肌肉坏死，然后出院是没办法走路的。那凭他过人的意志力，躺了几个月之后呢，开始康复训练，然后呢就拿到很多冠军了。哇，这也是一个励志人物哈，是，就是告诉大家说，只要你对你只要坚持哈，哇，太励志了。对，然后他是在2009开始恢复训练。此刻出现在李辉眼前的这位加拿大选手，可是加拿大拳坛从众多民间高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并且他们还拿出了100万奖金。显而易见，他的实力绝非一般。从他的打法和战术上，我们也能看出他比李辉更为成熟。这或许是因为他拥有更丰富的比赛经验所致。一时间，李辉处于被动状态，迟迟未能找到机会，这让他心急如焚。不过好在他在赛前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即便被压制，他也能凭借自身过硬的身体素质进行防守反击，所以在点数上并没有丢失太多。而且李辉是个性格倔强的选手，即便此刻处于被动局面，他该反击时就反击，根本不打算给对手完全压制自己的机会。应该很生气了。是的。你看这个德里克，他那个拳法拳击的基础还不错，对，打完都会有摇闪。对于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德里克来讲，李辉的确是新人哈，经验不足。所以从战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李辉有2胜2负的战绩，而德里克31胜8负，还有一次平。李辉就不管对手是不是老将，是不是很厉害，他就是打自己的组合这一次他是跟极强加拿大选手德里克在3-4年的时间里都未曾参加比赛，因此这场比赛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他非常需要通过这场比赛来证明自己。这场比赛若能获胜，他所赢得的不仅是100万奖金，还有他自己的声誉、名誉以及知名度，所以他显得十分急切。不过李辉的身体素质很强，即便在战术方面有所落后，也并未给对手太多可乘之机。是这一次李辉特别加强了他的这个体力的储备。减一点。还有啊，对，在第一回合其实双方表现都相当精彩。对。哇，还有10秒。是，还有。对，咱忘了，还有这个李辉也没揍他，不然被 KO 掉就很冤枉了。对，这打得太准。现在我们来到第2回合，李辉在点数上稍微落后，但他的体能一直保持得很好。在这一回合里，李辉突然改变战术，决定主动出击，这让眼前的加拿大选手大吃一惊。他依靠增加出拳密度的方式来获取节奏的控制权，
但这样迟早会因为体能下降而导致漏洞再次出现。德里克再次走上擂台，肯定也会更加珍惜这次机会，毕竟他能否翻身全靠这场比赛，所以能明显看出他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今天2位棋逢对手真的都好硬啊，好难打。蓝方今天都是实打的，他过去呢假动作会比较多，他今天可能觉得假动作对李辉没用了，对，就直接来实的，对，就只能用这个拳头来这个说服李辉了。好，这个德里克今天做了第2次的截腿攻击。这个截腿有。随着比赛的持续进行，两人的比赛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不得不说的是，两位选手都是拼打型的选手，由此可见，这场比赛势必会以击倒对手 KO 的方式来决出胜负。然而，双方始终都保持着一种点到即止的状态。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能将自己的全部实力完全施展出来。两人高频次的组合连击，引得台下的观众连连喝彩。但不要忘了，眼前的这个德里克可是加拿大拳坛悬赏100万美金挑选出来的顶级打手，竟然能与我们的中国小将打得难分高下，这让台下的中国拳迷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可能德里克也听懵了，怎么打？对，他也不知道这一拳要怎么打。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德里克报价严谨，然后上身会些微的一些摇闪。对。刚用了一个泰式的技巧，把李辉整个人往下拉。截腿漂亮。果然是个老将，真的不好啃。虽然李辉出拳凶狠，可是呢，这个老将都没在怕的，这方法来骗你的。现在德里克用步法来缓一缓自己的一些情绪跟一些体力。10秒。漂亮！李辉打到一拳。李辉的现在来到第3回合，李辉的体能优势此时便显现了出来。德里克虽然全程都主动出击，看起来十分凶狠，但毕竟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将，而且多年没有参加比赛，在体能方面自然比不上李辉。到了第3回合，小编相信李辉一定能够涅槃重生，重新夺回比赛的节奏。或许加拿大拳坛也忘记考虑到这一点了，毕竟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终究还是会败给岁月的。老将体能撑不住了，李辉有机会。还是用手肘了，这习惯动作了。对，其实刚刚在这个加赛局开始之前，牛头王裁判呢就有提示德里克。味道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攻击的味道啊，但我这边也不是帮这个蓝方讲话了啊，因为拳击有很多手法。对，那有些手法是裁判可以接受，有些手法是裁判不接受。对，在我们这里这个是不允许的。对。好，转身用出来了，转身的这个手。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第3回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而李辉的体能竟然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无形中给德里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他在后续的发挥中明显变得慌乱起来。毕竟这对他来说是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在这慌乱之中，德里克竟开始破防，妄图用重拳连续组合，打算破罐子破摔将李辉 KO。然而李辉依然保持着沉着冷静，在对手出现破绽之际，他果断地打出一记重拳，精准地打在了德里克的面门上，瞬间将他打翻在地。糟糕，又撞了，应该不行了，撑不住了。摇摇欲坠，最后的1分钟。这位老将，这个被扣1分之后，心情大受影响。这个就是比赛真的是瞬息万变，当出现情况之后，你的心态的调整是这个很重要。哇，有点晕喽。也是体力大幅下滑，反应跟判断力都已经不够了。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好，恭喜李辉，应该没有特别的意外了。最终比赛落下帷幕，李辉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奇迹般的赢得了这场原本看似不可能获胜的比赛。这也让加拿大拳坛彻底颜面扫地，德里克也只能黯然退场，从此隐匿。那么，你觉得李辉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会。